杨公子，请节哀。那老奴便回宫复命了。大冢载道。隋国公啊，你为何如此突然便走了？大周还需要你，大周的百姓还需要你呀！隋国公，你我相识几十年，你这一走，我这心里空荡荡的。诸位，请节哀。杨公子，隋国公这一走，你身为长子，顺理成章承袭父爵，杨家就是你当家了。那么隋国公未竟之事，便该由你来做了。大冢宰的意思是，原本所有人都等着隋国公前往周齐边境驻防。虽然隋国公走了，但国家大事耽误不得，总得有人带兵前去驻守。本来我想派遣作战经验丰富的武将前往，但又考虑到失去父亲庇护的你们，或许更需要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。我打算派你们兄弟前往。家父刚刚去世，我们兄弟怎能立刻上战场？你是想让我们成为不孝子吗？大冢宰，三郎是文人，他上不了战场，他不能去。四公子，孝父乃小孝，孝国乃大孝。若你父亲在世，你认为他会让你们怎么做？大冢宰，并非我们不想去，只是我父亲确实在刚刚。好了，隋国公，可惜呀，可惜！我真是替你可惜。你一生顶天立地，无惧生死，怎么养了几个儿子，却这般的没有铁骨？真是枉费我一片栽培之心。大冢宰，这4个孩子经验不足，既是国家危急时刻，我想还是我这样的老将出马比较好。我愿意前往。尉迟叔父，不可！您身体不好，千万不能去。这样，大冢宰，我去。大哥。好，果真是隋国公的儿子，有义气，有骨气。尉迟将军，我还真得谢谢你啊！你放心，有你上战场的时候，你急什么？难不成还要跟几个晚辈争功啊？你。大冢宰，父亲去世，儿子本该守孝3年，但念及国家安危、百姓之苦，大郎他们几兄弟可守丧3个月便出征。请大冢宰您看在我家大人公一辈子为国尽忠的份上，让他的儿子们好好守孝吧。是啊，大冢宰，这人都走了，还不让子孙们尽孝，会让人心寒呐。3个月太长，
国家与百姓都等不得。这样吧，过了7七斋，立刻出征。是。多谢大仲宰体谅。那这段时日，你们兄弟几个便好好对你们父亲尽最后的孝道。还有，好好准备准备出征之时。父亲，这灵堂来来往往了一整日，此刻才安静了，安静的连风吹草动都能听清。人也是如此吧，声音太多，便听不清自己的心了。父亲，蒙您眷顾，我们兄弟几个在安稳中成长，年纪稍长，才明白了您的身不由己。朝堂争斗，人心险恶，如今却是更甚。我为长兄，这肩上的担子，一夜之间变沉了。守护杨家是责任，而大国不宁，小家又何来太平？您劝我见机行事，成就大业，字字我皆铭刻于心。若苍生需要我杨坚，我必舍这浮名肉身，为天下一战。我非自然鲲鹏，而是这悲悯之心，怜百姓之苦难。如有合适之计，必救万民于水火。父亲，我知道您懂我，你让我决断，我亦有志向。但事关重大，也难免踌躇。若迎难而上，那家落还有我们杨家是否会遭到牵连？真是前狼后虎，我该如何是好呢？姐姐，你找我来所谓何事啊？随国公府的丧礼未见你出现，我就猜到，应该是杨素不让你来。姐姐，对不起啊，我夫君他不让我跟杨家人来往，是我没用。我怕这次若再不听他的，他就不要我了。杨素如今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跟从前全然不同，终日花天酒地，对我也越来越差。那你现在有何打算？我能有什么打算呀？姐姐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宇文护欲谋反篡位，恐怕杨素也参与其中。我担心的是，将来杨素要如何收场？谋反？不行，我得去阻止他。哎，不，出尝权力和富贵的人，你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。他非但不会听你的，还有可能会惊动宇文护。到时候宇文护必定认为是杨素走漏了风声，你们全家都会有危险。那我该怎么办呀，姐姐？眼下看来，只有你能救他了。我？参见皇后。都起来吧，你们都去忙吧。是。
今日杨夫人没来染房吗？是皇后。杨夫人今日有事，所以没有来。那我先忙了。怎么回事？皇后，请慢。杨夫人让我转告您，40日之后便是随国公的七七，请您和皇帝做好准备。走。40日之后便是随国公的七七。七七，为何让我们做好准备？陛下，臣妾也不太懂这是何意。七七，七七，随国公的七七已果，杨坚等人便要出征。难道伽罗的意思是，那时宇文护便会动手？动手？应该正是此意。陛下，你想，杨坚等人带着军队一走，皇城守护便弱了，到时宇文护便有机可乘了。有道理。那陛下，我们该如何做准备啊？继续迷惑宇文护，同时准备好与宫外的人里应外合。陛下的意思是，要继续佯作封杀？对，而且要更加封杀，让宇文护以为时机已到，逼他出手。陛下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为了扳倒宇文护，重掌皇权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哎，堂兄，你老弄这个，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今日叫你来啊，是想告诉你，我准备调杨赞，任下官府的小司马。真的呀？一言九鼎。我何时说过假话呀？哎呀，堂兄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了。你们家那杨赞自诩清高，未必能看上小司马一职呢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堂兄，你如此厚待他，他不会不识好歹的。可是堂兄，这小司马到底是做什么的呀？目前嘛，只是管理粮仓发配。待杨坚他们出征之后，再配合大军调配粮草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职位没什么危险吧？我知道他在你心中的位置，定然不会让他有半分危险。哎呀，堂兄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不仅如此，小司马要是做好了，日后官途坦大，步步高升，那是指日可待。会升到什么大官啊？那得看杨赞做得如何了。你回去转告他，要好好的做，先把眼前的做好，再想日后的。堂兄，那以后就靠你了。妹妹，谢过来。好，你先回去吧。大正宰，恕小人愚钝，小人实在想不明白，您为何突然要让杨赞担任这个小司马呀？既然重用杨家出征，那便应该让他们兄弟几个一起上，一起为我日后的江山出力，这有何坏处啊？再说了，公主日日缠着我，要给杨赞升官，我也烦了。这下升了，公主高兴了，我也轻松了。大冢宰，您是想一锅炖？有些事情心里明白了，就别说出来。是，小人知道了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尉迟叔父，正如您所见，宇文护在各州养军屯粮，且军队数量惊人。以您的经验来看，这是何用意？篡位窃国，这个逆贼，早就知道他一直贼心不死，没想到他竟然已经要伺机而动了。都怪我等大意啊！叔父，现在你应该明白，为何宇文护要逼迫我还有二弟高大哥他们出征了。他就是想调走保卫皇城的军队，如此，他在各州豢养的军队要进入长安，便易如反掌。如今皇帝安危堪虞。届时，大郎的军队会寻机返回，而我们也会去北国借兵来牵制宇文护的军队。但这些都需要时间，而这段时间，就需要叔父您留在长安，确保皇帝安危。不过，你们也知道，宇文护让你们将大军带走，在长安城内，我能调动的兵力，不一定能抵抗宇文护的军队啊。叔父，您只需暂时拖住宇文护，我们会尽快赶回来的。我拼死也会拖住他，拼死也会守住太祖留下的大业。还有这里，皇后，您看一眼这些布的花色怎么样？皇后，一旦杨家兄弟率领大军离开长安，皇城便陷入空虚，宇文护必定起事。若他在各州圈养的军队进入长安，那便回天乏力。现需您书信一封，请您之芥蒂达头可汗，届时带兵出手相助。您将写好的信件设法传递给郑其业，他会转交于我，我将前去北国送信。成败在此一举。父亲、母亲、大姐，今夜你们都来送伽罗，伽罗很开心。你们在天之灵定要保佑我们，此次一切顺利。你放心，他们一定都会听到的。是啊，你们看，星星都眨眼了。阿爽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大哥，大嫂要去北国的事我都知道了，我也要去。阿爽，大嫂是去办正事。大嫂，我知道你要去办正事，可是我也已经长大了呀，我也想为这个家出份力嘛。父亲都说了，让我好好跟着你。可是，哎，这样也好，你一个人去哪，我还不放心呢。有阿爽在，互相有照应。大嫂，你就让我去嘛。那好吧。太好了，终于有我的用武之地了。阿爽，大嫂的安危可就交给你了。大哥放心吧，我一定拼死保护大嫂。大郎，明日你也将出征齐国了，万事要小心。此次不同以往，全军由你率领。你的任何一个决定，影响的不只是你自己，还有千千万万将士的安危，更影响着当前的大局。是，我的主帅夫人。今齐国势弱，我大周昌盛。此番出征，我大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，我相信你们定会大有作为。大作为，大作为，大作为！一边待着去。一边去。此番伐齐，因主帅杨忠大司马病重辞世，故由其长子杨坚继任主帅。杨坚
虽首次率军出征，但其英勇神武，我相信他定能带你们凯旋。此次，我希望你们势如破竹，直捣齐国都城邺城。邺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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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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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个角落都要熏到，不能错过任何地方，听到了吗？是。这高处也要熏。是。宝莲，我这2日肚子老是不舒服，你赶紧给我请个大夫把把脉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是，公主。新郎，公主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带大家打扫打扫屋子，熏熏艾，驱驱病邪。病邪？谁病了？昨天夜里，我家大夫人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就发起了高烧，还起了风疹。大夫现在还让她禁足休养呢。禁足休养这么严重？哎，公主当心传染啊！四公子已经被传染了，也禁足了呢。什么？阿爽也被传染了？是啊，不过四公子已经到竹炉去休养了。公主，您身子娇贵，还是小心为妙。对，快走，别张了晦气。宝莲啊，你赶紧请大夫给我诊诊脉，看看是不是我也被传染了。哎，新郎，熏完了这边也给我屋里熏熏啊！哎呀，快走！是，公主一定照办。伽罗，你可一定要带着北国军队平安归来啊！我军在此休整3日，令4位先锋分头去探听消息，而后再做打算。我不同意。此刻我大军气势正盛，要一鼓作气才行。杨长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你刚愎自用，简直无药可救。哎，对，就是。来，老子到上，兄弟们！今年的天灾总算过去了，接下来是不是要带着众部落好好弄点粮食啊？那是自然，你们各部落都有自己擅长种植的粮食，这样大家各种各的，到时候集中到一起，按人头分配，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我看是可以。可以，来，干！喝酒。我们捉了几个周国来的细作，就是他们，这几个人狡猾至极，还谎称是周国使臣前来报信，幸亏被我识破。穿得古里古怪的，我看看。哟，还是个女的。住手！混账东西！这是我的恩人，还不给我让开！恩人，参见可汗。恩人不必行此大礼。你怎么来了？此次前来是有要事相求。要事？恩人，里面说吧。哼，这是皇后给您的信。殿绝武帝，今周国逆贼宇文护，妄图篡夺江山。周国告急，急需武帝出手相助。
特派独孤伽罗前往借兵，望闻家训。可汗，既然情况危急，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。这个忙我帮不了。为何？即便你们周国的皇后是我的姐姐，即便独孤伽罗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但我身为北国可汗，我不能让我的将士们拿性命去冒险。我们好不容易度过了天灾，好不容易喘口气，我们实在耗不起了。可汗认为，北国与此事真的毫无关系吗？你认为你真的能够置身事外吗？什么意思？宇文护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就是太祖统一北方的宏愿。那是太祖的宏愿，更是宇文护的野心。你想想，若他一旦掌权，他第一个要拿下的，定是尚未完全恢复的北国。启禀主帅，此2人便是宇文护派来的细作。好啊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找得我们好苦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我们真的不是细作啊！主帅，高将军，我想这其中必定有什么误会，你们肯定是搞错了。搞错了？哼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，这便是你们多次通风报信的纸条。我们将其抄录后，任由信鸽带走了。你们有何证据说是我放出去的信鸽？你这分明就是诬陷！对，就是诬陷！就凭你们身上特殊的香气，你们在大帐外偷听，原本可以将你们就地擒拿。之所以没有那么做，是因为我们想看在军中还有多少细作。我们设局，故意放出假消息，之后守住近期信鸽的动向。在每只信鸽身上，我们都撒有一种特制的香料，这种香料十分的罕见。以你们的身份，若不是偷送情报的话，又怎么会有机会接触到这种香料呢？你们还有何辩解？饶命啊，主帅！饶命啊，主帅！我们也是被逼的，我们的家人都在宇文护手中，若是不听他的，他们就会杀了我们全家的。主帅，主帅，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呀，你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饶了我们吧！既已认罪，拖下去给我斩了！是，不要啊！不要，主帅，主帅饶命啊！饶了我们！饶了我们！主帅，你们也知道担心父母妻儿，那你们又知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可能会让大周无数的百姓陷入灭顶之灾？我们在外的兄弟，可能这辈子都回不了大周。这人都是想自保的，谁还会想那么多呀？嘿，你还挺能说。你以为宇文护会一辈子护着你们吗？在他的眼中，死人才是最安全的。你们传递了这么多假消息给他，你猜他会怎么想？反正我们也被你们逮到了，也是个死，想那些有什么用啊？现在有个活命的机会给你们，要不要？要！只要让我们活着，要我们做什么都行啊！是，给我记住，继续给宇文护传递消息，但是内容由我们来定。我们现在兵分3路，一路由2郎与李霄率领，留在边境滋扰齐军，切勿开战，只需迷惑宇文护即可。一路由我率领，前往雍州，对外宣称我是转变路线，前往攻击齐国南部；而最后一路，则由高大哥和马兵率领，前往同州，对外宣称是前往攻击齐国北部，营造出一种我们欲3面夹击齐国的假象。大周宰，如何？前方来信说，杨坚他们已兵分3路进攻齐国。兵分3路？是，杨坚认为合兵于一处浪费兵力，故而兵分3路，准备各个击破。没想到杨坚这小子还真有点头脑。行，就让他兵分3路，让他给我好好收拾收拾齐国。还有啊，大周宰，下官府运往各州郡的秘密粮草皆已到位，如今可算是万事俱备，只欠大冢宰您一声令下了。好，
那你便秘密传令下去，让各州军队速速前来，让他们在长安城30里外给我待命。是，大总宰。宝莲，你看我今日这身打扮如何呀？公主穿戴什么都好看。嘴真甜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要我何用？要我何用啊！三郎，怎么了？谁惹到你了？还能有谁？那个宇文护，他要陷害我，他要陷我于不义，他要害死前线将士。到底发生何事？这事跟大冢宰有何关系？有何关系？我早就说过，我不想去掺和宇文护那趟浑水，是你非要让我去做那小司马。现在好了，发往前线的粮草全被宇文护运往别处去了。我早该看出来，他这是要活活饿死大哥的大军啊！混账无耻！你吼什么吼呀？你有什么证据说是大冢宰所为啊？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吗？除了他之外，谁还有这么大权力这么做？那你就是没证据了，这只是你自己的猜想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找大嫂。哎，你找大嫂做什么？商量对策呀，要出人命了。哎呀，大嫂！啊，你竟敢推我，杨子！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！三公子，您找大夫人有事啊？有事，急事，大事。您现在可不能进去，大夫人还病着呢，传染给你可不好。金兰，人命关天，我哪还顾得了那么多？你快让我进去！哎呀，你不能进去，你不能进去，你会染病的。你快放开！人命关天，大哥他们有危险！大嫂，大嫂，你不能进去。大嫂，不好了，我发往前线的粮草全被宇文护调往各州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还不是贪腐作祟！宇文护如此包庇他们，简直是置大哥他们的生死于不顾啊！大嫂，这都要怪我，未能及时发现。宇文护存心要把粮草发往各州，你急也没用。大嫂，那有没有补救的办法？现在暂时还想不到。你大哥出发之时带了不少粮草，到了边境，他们应该会想办法的。连大嫂都没办法，大哥他们真能弄到粮草吗？有那么容易吗？当然不容易了。阿爽，你跟我去宗祠，为他们祈福吧。好。三哥，别着急，大哥二哥吉人自有天相。再说这次粮草的事儿也不怪你，要怪就怪那个宇文护太奸诈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大哥二哥他们不会真出事了吧？都怪我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！哎呀，你们，堂兄为何要这么做？大哥二哥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各位列祖列宗在上，伽罗在此，祈求诸位保佑大郎、二郎还有高大哥顺利实施计划，平安归来。大冢宰，各州精兵在5位亲王和各大将军的带领下，已集结在长安城外30里处。等您一进大德殿，他们便兵发长安。这一日终于来了。你说的对，这一日终于来了。我等这一日已经等得太久了。大冢宰，这是你应得的，虽然晚了些，但终究是来了。你说的对，是我该得的。什么龙之脉，什么天之子，都不是老天爷说了算，而是在我朕说了算。
就怪你那3个不成器的儿子吧！现宇文护占领雍州等10州，已对长安形成合围之势。徐卓一脉力量将前去华州和渝州，钳制住赵王和陈王，截获宇文护私备的军粮。赵王与陈王之军队靠强抓壮丁而成，这些壮丁的家人已流落成难民，遂可用难民策反军队，再借难民的力量冲击各官府。阿史那殿爵将在凤凰峡阻击魏浩、刘栋和戚继义，拖延他们进入长安的时间。这3人所带领的军队是宇文护的叛军主力，他们无法到位，将使宇文护如猛虎无涯。你大哥与高将军控制住雍州和同州后，便会迅速返回长安，与宇文护正面对抗。夫人，来信了，来信了。大嫂，怎么样？不会出事了吧？都控制住了，宇文护的叛军都控制住了，已无法入城叛乱。陛下驾到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，好，我是陛下，你们见了我都要跪。既然陛下都不知道他自己是陛下了，就别跪了，都起来吧。谢大冢宰。陛下，陛下，你们怎么都起来了？怎么都起来了？陛下，这边。你们。即便陛下不记得自己是陛下，他依然是陛下。陛下没让我们起，我们便不能起，否则不就是对陛下的大不敬了吗？高司空，这段时日陛下的病情是越来越严重，根本无法处理政事。现在竟连自己是陛下都不知道了，你觉得他还能做皇帝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段时日若是没有大冢宰费心劳力的处理政事，朝堂早就一片混乱了。我的意思就是，这皇帝之位，该是能者居之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陛下该退位了。你大逆不道！我大逆不道？大逆不道的是害得百姓流离失所之人。如今到处是灾民难民，全因当今天子无所作为，连老天也看不下去了。那些百姓到底是为何成为灾民难民的？有些人心里最清楚，不要诬陷给陛下。张太傅说的有些人是指哪些人呢？我调查过，那些难民大都是来自大冢宰接管的州郡，他们之所以成为难民，并非是天灾，而是人祸，是那些贪官侵夺民田，大肆搜刮百姓，害得他们
不得不离家成为难民，而那些贪官都是大冢宰的人，他们贪污的那些钱财，也大都进了大冢宰的私库。你，张太傅说的对，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的罪魁祸首，便是大冢宰。你们别想着陛下病重，就想把罪责都嫁祸给陛下。对，谁敢诬陷陛下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诬陷，像我宇文护，劳心劳力，忠心耿耿辅佐3任皇帝，却受到这般指责，实在是令人心寒。高司空、尉迟将军、张太傅，你们可知这样诬陷朝廷重臣，该当何罪吗？是死罪。死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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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是死罪。来人，把他们拖出去斩了。